嗨，各位记者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屈不远哈，我是摩羯座的宋凤仪医师哈，然后坚持科学证据的皮肤科医师，欢迎来到肌肤监测小教室。肌肤监测的基本原理其实是跟我们皮肤的检查是一样哈，就是在医学上你常常会去做一些检查，比如说我们看血压好了，你可以把脉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现代的血压不只是把脉，我们还有那个血压计啊，我们还有那个心电图。那肌肤监测也是一样，有些肉眼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放大来看。那肉眼看不出来的地方，我们用紫外灯把它放大，就是它的化学表现是不一样。另外，你上礼拜去看的医师，你跟他说，医师我有50红这样，好，然后不是50蓝哈，50红，然后这礼拜变51红这样。我相信医师靠记忆是不会记得，他也没办法在记录上记得。可是你把它好好的拍照，你把它显微拍照下来，你就很容易去比对50红跟51红这样。那你做了50红或51红，你才有办法确定我们的皮肤的改善或者我们长期的变化。所以肌肤监测意思就是用显微照相的方式，用科学证据的方式去持续的记录你的皮肤，然后持续的比对。OK， 其实基本上就是第一个，肉眼有些时候看不到，我们需要把它放大。可是你放得太大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个小的说法叫见树不见林。如果你想要知道整个树林发生什么事，你需要30棵、50棵树哈。可是当你看100棵树的时候，你反而看不到每一棵树木有什么虫这样。所以你看到一棵虫，比如说300倍好，你看到一棵树上的虫，你不知道整个整个树林发生什么事。然后你看到100棵树，你也不知道整个怎么样。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监测下，我们发现50倍到60倍是最好的比例这样。在我们医学检查上，如果你的穿透力要够强，我们基本上会用 X 光线哈 ，X 光。可是我们如果只是要穿透表皮，目前已知紫外线的穿透表皮效果最好。然后大家知道嘛，红橙黄绿蓝靛紫这样，那紫色的对于皮肤的穿透效果最好。那红外线的话，它就没能力穿透，所以基本上我们拍红外线的话，是看着它皮肤的发炎的红色。可是我们如果拍紫外线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化学性的变化。在肌肤监测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们发现皮肤的修复，它遵从着生理的周期现象。你感冒的时候吃个咳嗽药，然后你就觉得咳嗽减少了。可是你在吐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痰会变多变少，变多变少，变多变少。在监测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真正的生理修复过程中，它其实是出现一个类似波浪形的周期变化。因此，如果你能够扎扎实实的看到波浪形的周期变化，以显微的方式看到，以紫外线的方式看到你的皮肤有代谢东西，然后没有代谢东西没有哈，这样我们认为它才是一个比较好的生理变化。那这样也可以排除掉你用了某些东西，而那些东西事实上是有伤害的，你就会看到你的皮肤从比较正常，然后慢慢变得比较坏，可是它的方向是一致的。那这个是我们所不要的非周期性的变化。肌肤监测好处其实是这样子，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你去看医师的时候，他就是肉眼帮你看一看，然后病历记一下哦。那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看不到，有些很细微的东西他没有注意到。那没有注意到，下次我们就说擦类固醇好了，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擦类固醇，他上礼拜擦类固醇，这礼拜到底有没有退红？其实医师靠肉眼、靠记忆是看不出来。那你至少拍个照嘛，好歹拍个照嘛。所以肌肤监测的好处是至少他拍了照，然后他有真正的证据可以做比对。但是反过来说，肌肤监测也有坏处，就是想象一下好了，就是以前你去看病的时候，一眼医师看完就嘿这样。然后今天肌肤监测，像我个人每次肌肤监测，我看病就要30分钟到1个小时。对医师来说，这个钱很难赚，所以它就是肌肤监测最大的毛病这样。端午节的这么热的时候看完那个舒肤机械脚踏式，我想大家一定很想要点阅那个按赞分享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点阅按赞分享，就有机会吃到好吃的粽子这样OK， 祝大家端午节愉快，我是屈原，我们下周见。